欢迎去看关键时刻。现在全球都在注意中国的科技有一个根，这个根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是李开复当时携命，我要在这边开一张 P 图。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把中国最聪明的脑袋跟微软整个结合起来，我要把微软带进中国，要把中国带到了世界去。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它是中国科技发展里面最重要的里程碑，你说它是中国科技里面最重要的泰山北斗，毫不为过。因为李开复现在等于说是在中国有青年导师，大家为什么这么信服他？因为他是在中国科技里面给人家开始播种，播种这个播种有多大呢？开枝散叶。你现在讲到的，包括科技的商汤科技，包括你现在做人工智慧的旷视，包括你现在全世界最红的 TikTok， 甚至你连阿里云的、百度的、小米的、科大视讯的，连联想，你在中国科技界你想出来的名字。想出来的集团，这些想出来的名章，响当当的人物，几乎都从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面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对中国的科技业来讲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现在微软要干嘛？把它里面最顶级的人工实验室的专家，也就是 AI 科技的专家，这是未来中国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未来国力决胜负的一个关键。但没有想到。现在微软干嘛？就要把这个顶级的人物，我要把它移出去了。我要移到哪里？我要移到加拿大。现在不只是移到加拿大，现在只要你们中国被点名的科技大学，被点名的所有的学生，你现在你要到美国，你要去加拿大，你要很多地方，你要学最高科技，这条路也把你给封锁了。所以我们要讲的。中美的对抗是既广又深。刚刚我们讲到，它有军事上的对抗，它有这个所谓的经济上的对抗，它有所谓的关税上的对抗。更可怕的是，当这个科技上的对抗，它几乎不给中国有任何的活路可以走。好，这段里面有两位来宾加入讨论，第一位是商周的总主笔吕国珍国珍，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慧珍，刚刚讲的，今天。微软亚洲学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工顶级的实验室的专家，现在不要在中国了，我要去移到哪？移到加拿大。为什么这个变成了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呢？因为这等于是把中国迈向新科技的一个新时代连根拔起呀。你知道吗？这个连根拔起，真的是连根拔起。因为这个微软的一个亚洲研究院呢，它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摇篮。而这过去这30年来呢，这个摇篮孕育出非常多的人，包括什么？你现在看到荧幕上有前百度总裁，这个是张雅琴，他以前就是这个 MSRA 的前院长，然后还有谁呢？首席的，他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是，然后还包括百度的首席技术官王海峰，一样也曾经是从这里出来的，还有小米的联合创办人林斌，然后呢，再有谁？阿里巴巴这边也一样是从他这个摇篮出来的，包括技术主席王坚，联想的首席技术官瑞仁。还有科大讯飞的副总裁李世鹏，刚刚他们当讲这些人没有一个例外，全部都是从刚提到的这个研究院出来的。那你就知道，当今天他已经开始决定把整个根基拔起，挪到那个加拿大去的时候，这对中国会产生多大的冲击？而且我很惊讶的是，你居然连抖音的张一鸣。马维英都是，我跟你讲他们想说，其实你如果细讲的话，没有一个产业不是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 AI 的人脸辨识？那你看商汤这边也是从这边出来的，包括商汤的创始人他其实汤小欧也是，对，而且他是那个 MSRA 的视觉计算组的负责人还有商汤科技的 CEO 徐立，全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你说，如果今天他把这个地方全部搬走，完全不留的情况之下，未来的20-30年，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才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新闻会这么严重？就代表这一步等于是把中国未来的科技的新科技给堵住了。也难怪有人讲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根本就是中国的黄埔军校，它的陆海空军的很多重要高官，都从这边出来的。是，我居然把你的军校最核心的部分给关掉了，完全关掉。我跟你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在讲，他说以前他们是做到了哪个地步？你包括 Windows 里面的人脸辨识 ，OneNote 里面的文字辨识，搜取引擎的这个弊，这所有相关的商业开发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他宣布关掉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未来的中国还有办法有这样的人在发展吗？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包括他们孕育出2014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人在问说，哎呀，我们有多少人是从应该是阿里巴巴的，他们就在问说，我们有多少人是从这里出来的？就夯不啷当在当次这个研讨会里面，就有43个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个研讨会里面可能不到，大概顶多来100个多个人，几乎一半全部都是从这里出来。你说阿里巴巴其实它的阿里巴巴云是很厉害的，对，阿里巴巴云基本上也都从这里出来。是，还有包括雷军参加小米2014年的年会，也是一样站在台上，他就问了一下说，我们有多少是从微软亚洲工程院来的？那也一样，也是将近半数。所以你就知道，不管各个领域其实都脱不了从这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所以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今天一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会讲，也不过就是一个研科单位，从中国搬到北京去，有这么严重吗？有，因为所有未来的人才可能全部都跟着撤离。你看，现在就有2个中国人，他们原本都是在中国这边工作的，结果呢，他就说，现在啊，这个他们说要搬到加拿大去，然后虽然这些人才，其他的那个中国科技大厂抢着要，而且用几倍薪水修把他们挖过来，他说不好意思哦，我们没有要留下来。他说呢，也许美国跟中国之外的第3国可以让我们重拾充满活力的技术研讨啊。所以换句话说，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想要留下来了。所以我不是把这个实验室给搬走，不是把设备给搬走，我把里面最顶尖的人才也都搬走了，全部都搬走。而且很多的中国人本来是想说，那个很多中国企业心想说，哎呀，趁着这个时候还有这些种子留着，我们把这些种子挖过来，变成在我们这个领域，不是也可以开枝散叶吗？他们不留，拍死没有人要留下来，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各个领域上把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到一个现在包括无人机这些都是前几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开明的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可是如果当微软都要离开变成到国外去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这本身的内部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激荡出这样的火花。而且美国现在非常狠视，第一个，我在你中国设立的这个研发中心，我不想让你学到任何的技术，我把你整个搬走，而且我把你最聪明的脑袋搬走。那你要来美国学没有？现在我们等于讲到，现在你连国防妻子，我们之前就讲过了，包括哈工大，包括北京航天，包括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个你已经不能到中国去，你不能到美国了。你要到美国申请，你基本上没有了。连这些学校搞了半天，你这些学校的学生，你之前要申请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早就被 reject 掉了。对，因为你红点有这集合啊，什么意思？你跟中国解放军的关系说不清、讲不明白啊！所以你如果进来我的亚洲研究院，你学到了相关的功夫，或者是说你从事了相关国防相关研究之后，你拿去变成是你们解放军未来在军工上的一个突破，那我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所以这些从应该是这样讲，从2021年12月开始，美国商务部不是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实体清单吗？就这个清单，对，而且很有趣18所高校，他第1年宣布的时候只有5所，从5所到后来就前面那5所，什么北京理工大学啊，然后呢北京邮电大学啊，南京航空的航天大学啊，南京理工大学啊，天津大学，它一开始只有5所，结果呢隔1年马上又增加13所，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为什么夯不啷当弄那么多？因为他就是认为你在我这边学功夫学一学之后，到最后你全部都拿去贡献你中国解放军，那我怎么可以？所以呢，一开始主要是先从这些大学开始进的。那既然这些大学美国都已经不发那个签证给这一些念完这些大学的大学生之后，那你说微软的这个研究院怎么敢把这个相关领域以及国防妻子谁不知道？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摇篮。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帮你有做更多的一个技术研究？所以你就发现最早为什么要断到连所谓的学术单位都要列为实体清单，就是因为美国已经认为不可以让你来偷我们的技术。福斯新闻网就报道，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在 SAT 考试得了1590分，满分多少？1600分，1600分你拿了1590分，这以前是大家抢着要的，没有。现在你要去申请，只要你是这几个学校，我不管你的成绩多好，
我全部把你排除在外面，对，就代表这个是非常决绝的。你现在我只要怀疑你的背后有国防的背景，你怀疑你要来美国偷学技术，我就跟你参谋高最谋劳了。是，宝杰哥，我跟你讲，那个满分1600，然后他考159，你那根本是电脑，他的头脑跟电脑没有两样，他的头脑已经好到这个地步。照理说，以前这都是美国会广纳的人才，你抢着要的，而且你来到我这边之后，可以在这技术上做更大的突破。结果他这样一口气被6所名校全部都 reject 掉，这就代表美国宁愿杀错也不放过任何人。我只要怀疑你，可能你会来我偷技术，我宁愿错失你为我美国科技贡献的机会，我也要把你通通砍掉。而且可怕的是，现在这种对中国科技坚壁清野的状况，现在已经慢慢扩散出去了。不只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当然做得非常决绝。最近刚刚讲的，竟然南韩检方最近抓了一个前三星的电子高管，他本来想说要到中国去帮忙设厂。韩国的检方居然就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个案子真的是非常有名，而且这个案子竟然跟台湾的富士康还有关系，你知道吗？这真的很有趣。他说这个人原本是在三星里面的做到一个常务，而且呢也曾经在 SK 海力士做到副社长，是非常高阶的。结果呢，他竟然收受了成都政府的一个金额高达108亿。台币的一个贿赂要干嘛呢？他叫他来我成都，离他们三星本身自己1.5公里的一个地方复制三星的一个半导体园区。然后谁给钱呢？就说那个台湾的富士康这边要投资1886亿元来协助你这个复制这个三星的一个半导体园区。他竟然也在短短时间，大概2-3年时间。挖角整个韩国200多人挖到中国去，而且跟他说你所有的薪水我全部都 double， 你惜家带眷全部都过来，小孩子我全部让你念那个国际学校，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礼遇。然后呢，就这样挖过来，其中有一个三星的一个组长，他竟然从2012他窃取了相关资料，竟然从2012年就开始夯不啷当，他窃取30奈米以下，包括什么 NAND Flash 啊，包括DRAM这些，全部把这些机密都窃取到未来的中国的这一个三星 Kobe 的这个半导体园区，结果后来已经弄过去，后来发现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呢？那个富士康承诺的钱没到位，所以呢，郭董的跳票反而让这一次三星的这一个 Kobe 的这个园区呢就这样破局。破局之后，但是检方没有放过他们。韩国的检方完全没有放过，因为他认为你这样子对我，光是我自己韩国三星所造成的伤害，预估至少3000亿韩元以上，所以呢，他们不打算放过他，而且他真的是窃取了太多他们的相关的机密，也让他们觉得说不把你这个抓下来绝对不行。而且我们看到了，当美国这样釜底抽薪，将中国的科技业的根跟本全部一个抽掉了以后。中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它现在外资银行参与中国 IPO 的数字居然越来越少，这个少到真的是让人家吃惊哦！你知道，在去年这个 IPO 的数字已经整个应该是说100件的案子里面，真正外资投资的只有3%了，只有3件多。结果你知道吗？到了2022年，竟然直接又腰斩，只有1%多，在整个一个26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案里面，109宗竟然只有2个案子跟是外资有关，而且美国的相关的投资单位完全没有涉入，只有美国真的不去 IPO 了。对，只有瑞士信贷跟德意志银行有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 IPO， 它在中国的一个 IPO。那你要知道，以前华尔街之狼他们是怎么样？这个5大投资机构全部都抢到中国，就是要去抢食他们的一个 IPO 的一个商机。结果现在竟然，明明商机还在，却没有人要去。因为美国很清楚的发现，现在美中的一个对峙情况之下，贸然的去只会惹上大麻烦。好，国正，这个新闻叫《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提到说，微软要把中国顶级人工智能专家移到了加拿大，而且还讲这叫什么？这叫有一个温哥华计划移到温哥华。这个对中国来讲真的是伤筋动骨，真的把中国的根给砍了吗？等于现在世界最新的 AI 的潮流，等于中国没有办法再跟国际同步发展，等于美国完全把这扇门堵起来了。所以我们这里讲，我等于说半导体，我透过 ASML， 我透过这个台积电，我透过所有的日本的厂商，半导体我把你砍掉了，砍掉了以后，你半导体不能发展了，不能发展了以后，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让你 AI 的发展性也变成零了。对，因为中国的 AI 发展从2015年到2021年，其实最大的支持者其实就是美国，包括人才跟技术。你知道有根据统计，美国在过去的6年，2015到2021年，总共投资的中国有400亿美金，这么多投资在中国 AI 公司，也协助相关的技术发展。如果微软这个行为、这个行动如果产生了后续的效果的话，就会让所有的业者也跟着抽腿，大家不去了，人才都走了，资金也会慢慢抽腿。那中国的 AI 也会陷入跟中国现在半导体科技一样，找不到技术来源，等于全世界下一个封锁的目标就是中国的 AI 发展。所以你的意思说，它不但是砍根，而是要砍掉中国 AI 的根。对，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有个挂牌公司叫商汤，它在香港的挂牌的股票一直在跌，阿里巴巴一直卖它的股票，现在只剩2块多，它最高到9块，市值曾经高达3000亿港币，是世界上最大的 AI 公司。结果它现在只剩700多亿，因为美国的矽谷银行也曾经是它的大股东，这代表什么？美国在快速从中国 AI 公司快速在抽腿，人跑了，资金也跑了。好，那你刚才讲了。人跑了，资金跑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的痛苦。刚刚讲，中国现在很多的数字非常难看。第一个，你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出口、进口的数字非常的难看。出口数字现在还讲，你包括什么？你包括你的物价指数也往下跌，就代表什么？代表说你是进到了日本那个沉默的30年，你完全进到了一个通缩的状态，你的经济慢慢变成一滩死水了。对，全世界没有这样奇异的现象，是货币在贬值，人民币在贬值，利息在降 ，CPI 通膨竟然没有上来，这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变成陷入一个黑洞的状况。有这么严重？再多的钱投进去，再多的资金投进去，全部都被融化了。可是中国到底陷入什么麻烦？我们来看的债务，就代表中国过去几年是靠什么拿出来的？靠着堆高债务，整个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它大概负债有50兆美金，哇，100多兆台币呀，1500多兆台币，这个负债金额高达这么高，所以等于几代人的钱1500兆台币，对，等于全部的钱都被他们累积上来。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没钱花？这是2008年的家庭负债，就是每个家里面你花多少钱跟进多少钱。那时候2008年美国是100多%，所以我们常常笑美国人叫什么？都在花钱，都在举债，所以100多%。你看2008年中国有多少？不到25%。结果现在中国跟美国产生了反转，家庭负债是110%，反而美国往下掉，代表什么？中国人每个家庭都负债，入不敷出，美国人反而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藏富于民，本来以为说中国是懂得储蓄的，中国因为藏富于民，懂得储蓄，它的这个整个体制是好的，可是它居然是家庭负债非常可怕。你知道习近平上任的时候，2017年的话，大概80%，等于你还可以赚20%，结果现在高达110%，等于你每赚10块钱还花了11块钱，所以现在大家要怎么？大家都在甩债务，大家都把钱甩给别人，所以昆明最近公布一个财务报告，跟中央在吵架，到底谁欠了钱？因为地铁花了1000多亿，然后政府营运还要补贴10亿元啊，嘴巴就说我赚了7000多万，可是你补贴10亿赚7000多万，代表什么？补贴10亿。赚7935万，代表有9亿多都是政府补贴了，所以2021年的时候，现金还有31亿哦，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补贴，现在只剩下1亿多，所以昆明马上双手一喊，对，到底谁欠的钱，谁就来还。如果是地铁公司，地铁还，昆明市政府不愿还。对，这是昆明，导播我看，这是昆明的地铁，这是昆明的地铁网，现在这个昆明的地铁要破产了，对，花了1000多亿啊，但是你没有赚钱啊，没有那么多人做啊，所以营运是靠政府在补贴，但政府不补贴的话，马上就亏钱，现金马上亏光了，大家开始甩锅是什么？到底地铁是谁的？国企的债，国企来还；央企的债，央企来还。地方政府没钱，因为大家都欠钱，所以广西现在提高债务，也讲清楚谁还，谁欠了钱，谁来还，没有一个人要来背债。不是，一开始是刚讲李克讲中央没钱了。地方政府的钱你自己想办法，就现在是地方政府开始讲，我也没钱了，你现在地方的企业自己想办法。对啊，谁的孩子谁来报啊？那当然谁倒霉，就是这个地方叫上海啊。上海现在变得非常的惨，中国刚刚公布最新的 CPI， 结果谁掉最凶？竟然是上海市，上海的 CPI 缩水最多，代表什么？
上海人没有再花钱，那这对连上海都不花钱了，这就对于大家就很严重的警讯，因为中国印了这么多钞票，把利息降了这么低，竟然没有人花钱。上海这么凄凉。对，我们以前听过一个是，你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的钱少，你不到广州不到东北不知道自己的胆子小。你到上海是比钱的。上海人不还钱了？对，上海实体店面现在空空荡荡了，还有上海商场都没有人，还有家乐福也没有花钱。但是看这条线就看得最明显 ，CPI 一直往下掉。但是最可怕的不是上海人不消费，而是这条线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公布最新的生产者价格叫 PPI。如果 CPI 一直往下掉，就打下通膨。可是如果 PPI 往下掉，代表工厂赔钱在生产。如果工厂也赔钱生产，消费者也不想买，这代表什么？严重的经济危机跟通缩来了，中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消失的30年，可能整体的社会会严重的通缩。所以我生产的东西没有人要，我工厂就赔本，工厂赔本，工厂就倒闭，工厂倒闭就没有工人，那谁赚钱啊？对，如果 CPI 往上涨，价格往上涨，两个 PPI、CPI 都往上涨，代表经济很好。如果两个往下跌，可能出现了大危机。偏偏他现在还印货币，大量印钞，却没有把这个拉起来，代表什么？中国的经济恐怕就像黑洞，深不见底，它根本救不了，因为债务实在太多了，所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5·1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淄博人山人海，大家都花钱，可是淄博代表什么？叫做所谓的降级再消费。结果现在时间过了，淄博连淄博都没人了。对，这么便宜的东西，100块管饱吃到饱，现在连淄博都没有人消费，代表什么？中国恐怕要陷入跟日本一样的消失的30年。董事长，现在真的把你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个是本来是中国科技的根，给拿走，这一招真的这么狠吗？把所有的美国现在只要对中国留学生到理工科到美国，通通设限，全部设限，也就是说这个是全方位的啦。那这个微软这个本身，它当然在 AI 部分，目前本来就是在 AI 的新的那个应用上面来讲，全世界第一嘛。对。那是目前说。对所谓的消费品，面对消费品的应用是全世界第一啦。但 AI 不是只有这个这微软所研究的部分嘛？当然 AI 还有很多，因为各种产业不同，有可能会增加一些它的所谓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但是中国国家也做了这个统计，他认为说 AI 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在不同的产业应用的话，可以对他们的产业提升达到7%的效果。他有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他不是没有做，所以你把它拉开以后，那他就从此没有戏上吗？也不见得啦，他还是会走出他的路，但是这条路我看是非常的遥远跟漫长。好，宇轩，刚才讲中美对抗其实是现在全世界整个情势的一个主旋律。中美对抗是各个层面，我们刚才讲的，你在经济上面，在军事上面，在科技上，在教育上是全面对抗。全面对抗，我觉得最妙是，当然军事上我要对你压迫就当然就是打台湾牌。这时候我觉得最妙的是，中国怎么讲？中国就说好，没有关系，我们要对抗美国。中国要怎么对抗美国？我们要搞一个南天门计划。南天门是我在《封神榜》里面看到的，杨戬所守的南天门。现在中国也搞一个南天门计划。对，所以我一般讲说，看中国是什么武侠戏啊，那现在最流行是什么仙侠？就没想到中国把仙侠这一套竟然拿到这个国防外交，甚至是在这个军火装备，而且是央视播的。对，没有错最关键是什么？它是在央视播这个画面来，而且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南天门是什么意思？南天门是讲说以前你在登泰山的时候，像人界跟仙界唯一的差别就是你跨一步过那个南天门，你就登仙了，你就前往仙界了。所以中国等于说，我们现在不只是这个国防科技要打什么1万公里的飞弹，不止，我们要上太空，甚至用所谓的空间在宇宙上的这种高科技来去对美国以及他国做压制。但其中有趣的是在什么？我要再问一遍，中国是认真的吗？中国的央视是很认真在搞，说它有一个南天门计划。对，所以好笑在哪里？好笑在说，过去南天门计划是中国的小说，它还有漫画，它有小说跟漫画作品就现在莫名其妙，竟然通常就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它放在央视里面播，而且里面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来，我们看到它通常说我们要创造出一台10万吨级的
空天母舰。什么？那是听过航空母舰，没有听过空天母舰。空天母舰指的就是说，它要在宇宙可以航行，可以在大气层里面，也可以在外太空，通通都可以作战的，飞在天空上的航天母舰。而且你看，全长242公尺，翼展684公尺。你光若要跑步跑操场684公尺，都不知道要跑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还说它的动能是什么？这个时候就真的就进入到所谓的幻想环节哦。他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动能呢，要用这个2台的 VNV 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还有1台 SRR9 高密度能量核心，不是等等，到底在讲什么？我跟各位讲，他讲的就是核聚变呐，讲的是说我要用这个光子动能，用激光雷射来去操控我的方向，并且呢，用核融合反应炉来打造可以上太空，并且进入大气层，上面还要搭载什么？88台，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哪来的哦，不知道说是取个吉祥、取个吉利，还是经过高度的科学计算，说我要搭载88台的玄女无人空天战机，了不起！来，这个玄女无天空人战机什么意思？它原本这个航母舰叫鸾鸟，鸾鸟是什么？是朱雀，是凤凰，是朱雀。对，那凤凰旁边要什么？要有仙女相伴，在它旁边护翼，所以取一个8888吉祥的数字。来，这个战机怎么样？他说，哎呀，第一个，你看它呢是可以成为这个无人机的环节，可以人操控，也可以用无人机。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开着这个战机上太空啊？听起来有点像星际大战。那你讲白了，他这个计划从哪里抄来的？就是从过去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经有一个叫星际计划的嘛。所以你就比较，他把雷根的星战计划拿过来用，没有错，他就是中国版的啊，他不是什么都喜欢对中国版死神，这是中国版星战计划。所以我有白帝，我有9天玄女。我还有航空母舰鸾鸟、朱雀，对，而且它白帝最好笑的，我们刚才讲的好，它的玄女是88台哦，空战无人机搭载白帝空战系统。他说，哎呀，我们这个都是幻想哦，我们各位不要，他还不要太认真。他说，真空无重力环境下可以穿越大气层，并且呢垂直起降，还挂载离子武器。来，各位，我跟你介绍他的武器，你听到你绝对会大笑。他说，我的武器叫做 AOGS11 脉冲粒子加速炮。我实在不知道它前面的英文编号到底是脉冲粒子。对，这里看到什么？只有在哪里可以看到？在钢弹，在日本人的连续剧，在日本的科幻作品可以看到脉冲粒子那个加速炮。还说我有高超音速的导弹武器。最好笑的是什么？最近上了一部电影，我相信大家知道《变形金刚》嘛。他说：“我跟你讲，我透过这个白帝系统，我可以隐身，我可以隐形，我还可以用无人机转换，最重要的，我还可以变形啊！”他说：“我就有如变形金刚，有没有？就看到我们那个画面嘛，它中间还怎么样？飞机尾翼还可以突然随时的往内缩，再往外扩，可以去进行形状太阳的调整，去配合它的气动。”先不讲，你都已经到外太空，到底调整形状干嘛？因为根本就不会有气流，没有气体啊，没有气体，完全气动是什么？对，真空状态，你到底是想怎么样？不知道。但中国大陆透过这样的方式，想要宣示什么？当然是说，哎呀，我跟你讲，在太空站，即便你中美啊，在美国，在我们这个周边环境，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这个轨切嘛，先是 RC-135在天空上轨切，发生在海面上怎么样？航线又轨切，所以说我们要校正啊，校正什么？就像最近其实也发生一件事情，叫什么？在这个中国特别叫巨浪3型096潜舰嘛，它就是在恫吓美国，说你看我可以打1万公里，打到你美国本土，所以他透过这样的太空站，希望告诉美国的是用央视去做一个武力的恫吓跟宣传。当然啊，这只是展示性质嘛，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是弄出核融合的话，我想台湾就不会炒核能问题。对，不用等到美国那个中国还说我要上太空用核能的这个运作方式，你可以核融合，你就解决了全世界的能源问题了。对，你就解决。我想全世界就奉你中国为共主人，美国就去旁边了。你若真的把核融合研发出来，但它真正的目的当然是说希望能够借此去造成一个威胁跟恫吓嘛。所以包括你看，经济学人也讲。在台湾这个战争，我刚才讲到的是什么？096的这个巨浪3，他就讲台湾战争恐涉及新一代武器。美国的太空作战部长也说啊，中国未来会是太空作战最大的威胁。但你要知道，太空战真正关键在什么？在于卫星。你说，现在经济学人讲，两岸台海的战争跟俄乌战争不一样，是台海的战争更是先进科技的战争，而台海战这个先进科技的战争。第一期就是太空战，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讲？来，但各位要了解一个概念：你俄乌战争它有腹地，它有纵深，所以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坦克或者无人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但是
两岸之间由于台湾腹地狭小，而且现在已经不是有前后方的问题，现在是连后方它只要有航母在，通通都成为包夹，没有纵深的问题。对，前行攻势，我们看到有没有？前行攻势指的就是说台湾现在面临处境，但它就会产生一个状况啊，通通都是精准打击。通通都精准打击，什么意思？精准打击通常就是第一时间把你的主要重要设施，包括你说这个电厂也好，说甚至台积电不知道，但是相关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跟军方的基础设施，包括你在后方花莲空军基地，通通第一时间用精准打击摧毁。但靠什么？靠就是卫星啊，靠就是太空站啊。所以美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就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全球打击能力了，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因为它卫星遍布整个全球的轨道，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掌握到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太平洋一带海域，它的卫星布置已经完成了。但一旦这个东西随着所谓它的超高音速分弹跟反卫星武器不断的在堆叠、不断的上纲，中国自主研发的状况下，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它逐渐有办法在全世界跟美国抗衡。而台湾在近期之内，光是在东南亚一布局，它已经成为现实上的威胁。我们讲的是说未来性的部分，这是所谓的美国作战太空部长讲，但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是已经部件完成，在卫星站上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威胁。对，刚才讲那个南天门计划，我刚开始以为是个笑话，以为是个恶搞，结果是中国央视非常认真的报道。中国是玩真的吗？中国在玩这个东西，他真的要搞一个9天玄女，要有一个朱雀，然后要有一个白帝，他在用这个来跟美国打仗吗？这个在我看来真的就是一个科幻小说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央视会弄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也不意外。南天门计划，央视也不意外了。央视讲了很多事情，到今天也都没有实现嘛。对，过去讲什么地动山摇啊，对还有这个台海战争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台海战争关键点不在于其他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有没有能力打。我认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不具这个能力。那他如果说是真的是把这个南天门搞出来对，我服了，我服了，你确实有能力确实有能力，这个谁也抵挡不住的连变形金刚都出来了，9天玄女，白帝都来了。那就是李老大，这个不必再讲别的东西。好，那在经济学人特别讲他说台海战争其实跟乌克兰俄乌战争不太一样。他说台海战争就是下一代的战争，是最新科技的战争，它会用到了信息战，会用到了太空战，有这么可怕吗？我们现在就看俄乌战争好了，有这么可怕吗？俄罗斯的箱底的东西全部出来了，包括极音速那些飞弹全部出来了，对，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又怎么样呢？被爱国者3型打掉了。是，就算它击中了，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其实我以前就讲过，你这种像那个飞弹战说是飞弹来台湾洗地，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飞弹下来就是一个洞而已，大概直径大概是25米那深度大概4到5米，这是我在伊拉克看到的这个战斧飞弹的洞。你说这样子就可以把台湾打垮了吗？俄罗斯攻乌克兰飞弹还打得少吗？一天到晚在打，怎么样呢？你说，譬如说打它的基础设施、电力设施，打完之后它可以修复的。同样的道理，台湾的这些军事设施，我们也知道它一定会攻击的。对，难道没有办法去防吗？难道没有办法先把一些东西藏起来吗？难道台湾就只能挨打吗？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你如果9天玄女来了9天玄女，服了，我服了，我真的服了，对不对？这个可能是100年、200年、300年以后的事情。对就像是郭台铭不是讲说是这个8万解放军登陆，我们机器人去打吗？不是不可能哦。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在倒退20-30年、30-40年。都是觉得是不可想象的，都实现了，但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那只有你中国能够发展吗？别人就没有办法发展，特别是科技的东西，小国一样是可以发展的，台海战争也是一样，
现在台湾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啊，这些无人机、无人的这个水上的或者是水底的这些发展，这些是对的。